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是同一个学校的，我对他算是日久生情。我追了他很久，但他一直没接受我。这是我最用心的一次追女生，我觉得我和他就是天生一对，我们很般配，而且他挺受男生欢迎的。我也有很多追求者，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一定会让别人很羡慕。可我无论怎么努力去追他，他都觉得我不是全心全意，总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对我的误会很多。我希望今天他能给我一次机会，接受我的这份爱，做我的女朋友。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吴，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女嘉宾小月，22岁，来自云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有多高啊？我1.9米多。哦，你呢？我168。哎呦，看着也挺高的啊。从资料上面看，一个黑龙江，一个云南，应该是大学同学，对吧？对，是在一个学校吗？是的。在一个学校。是一个专业吗？我们不是一个专业。哦，咋认识的呢？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摄影协会，然后我们就通过摄影协会认识了。哦，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因为我觉得他长得挺高，然后又帅，然后他又很爱运动，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追过他一段时间。你追他？对。然后呢？然后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不怎么爱打扮吧，就不太精致。然后他在我们学校又是那种风云人物，他就不太看得上我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我追了一段时间，后面他就拒绝我了。是不喜欢是吧？当时？对，当时对他是没有感觉的。后来怎么有的感觉呢？因为我俩在一个协会，也有很多共同相处的地方。然后就发现他跟我之前认识的那些女生都不一样，其他女生就是比较轻浮，然后比较表面的那种，但是他就是很真诚，然后很善良的那种人。有的时候还会去做老师啊，就是助教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去什么养老院啊这种，让我觉得他跟别的女生不一样。所以在你拒绝了他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个女生好棒哎。对，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倒追了。对。应该是一追就行了是吧？很难。这不是喜欢吗？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他拒绝我觉得他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太普通了，当时其实我挺自卑的，然后后面我就去学习怎么化妆，后面就越来越好看，我身边的人缘也越来越好了，后面我也谈过一次恋爱，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分手，他就开始追我，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我变好看了吧，然后就追我。我觉得这种人有点肤浅，因为一开始我也不了解他。挺有意思的。你一开始喜欢他，不就是因为他帅吗？你就不说肤浅了。但是他又因为我变漂亮，然后怎么了？是这样啊？对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可是我自己心里面就过意不去啊。然后就是只允许你肤浅，不允许他比你肤浅，是这意思吧？他当时可能以为我是喜欢他的表面，但是你是喜欢他的？我是喜欢他的善良。善良，对，刚才男生也说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可能有问题的，因为我的舍友是他的前任，然后我舍友就给我讲过很多他的黑历史，就说让我不要再去当炮灰，就讲他大一的时候1年他就谈了5次，而且当时还脚踏过2条船，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根本不是我表面上看见的那样，所以我当时就一直没有答应和他在一起，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喜欢他，所以我对他还是有感觉，我就觉得考验他一段时间吧，看他能不能有所变化。考验的怎么样？差不多1年了，我挺失望的。我觉得他这个人朋友圈特别杂，和异性那个关系总是扯不清楚。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吧，很多小学妹都围着他转的那种，然后他又不忍去拒绝人家，他就认人家做妹妹。不喜欢你就拒绝啊！你为什么要认人家做妹妹呢？但是我怕以后见到他尴尬，然后我就只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他相处。那如果以后我们在一起了，那你是不是后面要跟着一串妹妹啊？还有主持人，因为我舍友跟他是谈过恋爱的嘛，有一次
他去 KTV 唱歌，他请了他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里面就包括他认的那个妹妹，还有我的舍友，就是你的前任。我觉得你的这个圈子太乱了吧！你请那么多异性朋友，你和我舍友都分手了，你还叫他去唱歌。其实主持人他说到这个舍友，我也就是心里很难受。这个不是重点，当时你和你的妹妹喝醉了，你们抱在一起哭。因为他这个舍友是我的前任，但是自从我开始追求他的时候，他那个舍友就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一句好话。他说什么啊，我花心，我滥情，然后就一直在吹他的耳边风。然后给我泼脏水，我觉得就是目的不是特别单纯的这种。可是这个事儿你真的做过呀？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我跟别的女生抱一起，因为刚才我喝酒喝多了，就可能当时也是断片了，跟谁抱一起？当时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跟谁抱一起。那你觉得你这样就很对了吗？你既然当时都在追我，你就不应该和那些女生搞得这么亲密啊？不会有开始，就不会有后来啊。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我好奇的问一句。就是他追我，主持人，然后哦，就是他今天把你追到这儿来了，是这意思吧？对，然后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让他放弃追我，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等于他现在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的在追求你。对对。你嫌很麻烦，于是到我们这儿想解决这个麻烦啊。你没有在学校向他表白过吗？表白过。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告诉我。表白过很多次。很多次啊。对，主要就是有2次。因为他有一次在微博上，然后就是转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他想要别的男朋友给他送这些玫瑰花，然后他觉得就会很浪漫啊。然后我就每天坚持给他送玫瑰花，第99天的时候，然后就给他送了一束99朵的玫瑰花啊。因为我之前从来没对别的女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虽然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挺花心思的。然后，但是他就是很误会我。因为主持人就是他大一的时候谈过5次恋爱，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对感情挺随意的。虽然我很羡慕给别人送花的这种事儿，可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老手啊！你谈过那么多次恋爱，你又有这些妹妹和你异性朋友关系那么亲。不是你收了他那些花了吗，姑娘？我没有收。那99天每天送那1朵，你收了吗？我也没有收。我觉得他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送花这种事儿，花钱就可以做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追我，你应该去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我有为你改变啊！你之前说不想让我去酒吧，那我就不去。但是我追你的时候，我很痛苦，我也需要去借酒消愁，你知道吗？说到借酒消愁这个事儿，我更来气，你知道吗？他平时就挺爱喝酒的，有事没事喝醉了就晚上半夜3更的给我打电话。其实喜欢我的话给我打电话，我还挺高兴的。哦。但是有2次我真的特别无语，他给我打过来，他居然叫了他前任的名字，而且2次。那我之前给你打过那么多次电话，打了2次都是叫不同的前任。我更无语了，我不是说酒后吐真言吗？你在追我，你还能叫出前任？你叫一个就算了，还叫2个，我真的气得很。就因为这是2个不同的名字，因为当时喝了就是很懵那种状态。不是，所以我很好奇，你们今天来干嘛来了？可是我又因为我其实还是挺喜欢他的，然后就一直想着他能不能有点。这个核心关键其实在这儿，就我还是喜欢他的，我还是接受他的，就一直抱着那种幻想，就觉得他能不能改变。可能他对我有一些误会，然后我以前也跟他解释过很多遍，但是他觉得我跟其他女生的关系就是那种理不清的，但是我其实有在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他们搞得那么僵，只能去以另外一种方式跟其他女生相处。那你这就是不懂拒绝了呀。你刚才说向他求过一次爱，对吧？对对。还有一次呢？我觉得真的那一次让我非常的丢脸，也让我很尴尬。就是他过生日，他请了他的朋友们，里面又包括了他的妹妹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异性朋友，然后也请了我。而且来了之后，我给你精心挑选一个领带，他们送的都是你游戏机，你喜欢打游戏啊？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啊？因为然后他们送你球鞋，那多贵啊！我送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你知道我有多丢脸吗？你送我的东西，我喜欢你，你跟别人比有什么？而且你那个领带，我知道你是精心为我挑选的，我当时很感动。那是你站在你的角度，可是我是女生啊，因为他们也喜欢你，我心里面不高兴啊。我觉得我就是比不过他们。让我觉得很尴尬很丢脸，你知道吗？那种场合你给我表白，大家是真心实意的祝福我们吗？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笑话呢。不是看什么笑话呀？
因为他们和他以前有搞过暧昧，然后人家这些情敌都来看着他给我表白，我送的东西又比他们便宜，我觉得真的很尴尬，很丢脸。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想给我表白，你和他们关系撇清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这些情敌全叫来？其实我邀请他们来，就是也想让他们当面见证一下，就是我是真的喜欢你，而不是他们。他们只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朋友，然后我也是为了解开你，就是之前一直对他们很纠结的那种心结，你知道吗？所以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一个点就可以看出他真的和我不合适。我这个人就是想要那种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爱情，我不想要这种什么处在这种风口浪尖，搞得很高调，大家都完全就不是真实的祝福。你只要和他们把关系撇清，我就满足了。我只想要那种纯粹的爱情。撇清了吗？到今天？他就是到今天都没有和他们关系撇清，他就觉得他们是普通朋友。可是人家都是喜欢你的，带着目的性的，哪能叫普通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室友对他影响挺大的，因为他室友就在旁边，也是泼我脏水这种感觉。你这个百折不挠的追他是因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之前的那些认识的女生不一样，很喜欢他这样的感觉嘛。就是追不到手的感觉？不是，之前的女生就是很轻浮世俗，然后他就是很善良、很单纯。可是我觉得你平时也很爱和那些轻浮的女生相处啊。主持人，我跟你说，有一次，因为咱俩是那个摄影协会的嘛，有的时候会去当平面模特之类的。但是我这个人拍照是有原则的，我是绝对不会去拍一些和异性就是接触很亲密的照片。但是他就刚好相反，之前有一个异性的一个学姐找他拍毕业创作，然后让他去演男朋友搂腰、搂背、拥抱的这种，他直接二话不说他就答应了。那个只是一个逢场作戏，我觉得你真的对这方面真的太敏感了。而且一个要毕业的学姐，我们之前关系也挺好的，她找我来帮忙，我总不可能拒绝她。可是那个学姐，你和我都知道她是对你有意思的呀。我觉得你还是太敏感了。既然你追我，你知道我是有这种抵触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做，这不是明摆着就是要来触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我只是想帮朋友一个忙，而且我们两个关系那么好，不可能就是想你发生的那样的事情。我觉得你一天这个妹妹拒绝不了，这个学姐又要帮忙，你到底要帮多少人啊？你给我表个白，还要把我情敌都请来。你说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好。喜欢他吗？有喜欢的成分在。喜欢什么呢？因为他平时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样木讷，但是就是因为他幽默风趣，所以他在外面就挺花心的，就是围着他转的女生真的太多了，然后他又不懂去拒绝人家。那你为什么不走呢？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我的理想型，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他可能你说白了就是你还是想跟他好呗，你又不放心，是不是？但是我又觉得他本质上的问题感觉就是很难改了。你喜欢这姑娘吗？喜欢。一定要追到手啊？对。我觉得我们以后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我可以为你去改变很多。行，如果能改早就改了。好，那呀，如果不给他机会也不会来这儿了嘛，所以还是想听老师的意见是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我也是头一次见，两个人还没谈恋爱呢，就跑我们这儿来保卫来了。我都不知道要帮你们保卫点啥。你知道他为什么追了你1年吗？因为他喜欢我。因为他追不到你，你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道数学题，怎么算都算不到最后一步啊，满头大汗的想解这道题，解不出来。所以呢，他一定要解出来。解出来以后，他就可以去算下一道了。我听到这个男孩刚才有几个数字，1个学姐，2个前女友的名字，1年之内交了5个女朋友，以及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放在任何一个女生心里面都是无数根刺需要去解决。你有多爱她呀？你那么爱她，你依然和我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多爱呢？所以小吴，问问你自己的心，你到底是爱上了他，还是爱上了爱他的感觉？你到底是喜欢这个人，
还是喜欢追逐他的过程？人和人之间，生命当中其实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的过客，谁是谁的终点。但是我断言，你们两个人只是彼此生命当中的风景。如果你想和他彻底断了，你就和他开始，很快就可以断了，好吗？祝福你们独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撤吧，真的撤吧。我先说说男生哈，你就是我最烦的那种男生，先结拜后恋爱，认一堆妹妹做备胎，你这是对感情完全不认真，也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不是大家捧着你，不是你的妹妹越来越多，姐姐越来越多，是你的人缘越来越臭，因为周围的女生都不是瞎子。你想要让自己人缘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为什么我跟女生说要撤呢？你在她面前永远是抬不起来头的，还没开始恋爱呢，你就自卑的已经把自己放到尘埃里了，这段感情就不平等。你怎么跟他在一起？拿什么勇气跟他在一起？还没怎么着的，你就把那些女的都树为你的情敌了，她们怎么就成你的情敌了？你怎么就比不过那些女人了？你送她一条领带，为什么就比那些送游戏机的、送球鞋的差呢？谁告诉你的？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说，一个男人一生需要一条金领带，是他最爱的女人送的。我怎么送他领带就差了？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压根儿就是自卑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越来越自卑，越来越不是你自己，最后你就把自己彻底搞丢了，完全活在他的阴影和世界里了。所以今天来，你不就是为了寻找一份答案吗？喜欢他，就好好的对待这份喜欢，过去了，然后找一个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吧？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山大老师。男生把自己所有的前任和暧昧的对象都请来，然后堂而皇之的向你求爱，他以为这是一种决绝，能够代表自己的诚意，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不过是一种示威罢了。你看这么多漂亮的我都不要，我要在他们面前向你求爱，这是赤裸裸的一种征服。流星花园又要重拍了，富家公子道明寺为什么会爱上灰姑娘杉菜，又成为很多人热议的话题。你们俩好像有点那意思，但可惜你不是杉菜，你没有杉菜的那种勇气。如果是杉菜送了一条领带给他，在那所有众多奢华的礼物当中，他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小气，或者礼物拿不出手，因为他有勇气。你缺乏这种底气，你又想摘那颗果子，又没有那样的自信，你去惹他干什么？当然他绝不是道明寺，道明寺可很单纯，他内心只有杉菜一个人，但他决然不是。没事，就看看流星花园吧，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好，老师们刚才说你的那些话，你以前听过吗？没有，一定要记住，未来不那么做了，能改吗？我可以改。啊，就变化，这很重要啊，对你来说这很重要。女生，喜欢他什么呀？其实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他的所有嘛，包括你在这个台上面不停的攻击他的那些嘛。其实你哪分得清楚你是喜欢他那一部分还是喜欢他别的部分啊？分不清楚的。所以我倒觉得说，今天两个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自己。那今天我们认知了嘛，认识了就好，往前走。女生是不敢承认自己爱上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认识和认知。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认识人重要，认知人重要，还是观念重要？可能从我个人来说是观念重要。你得有一个支撑你自己前行的观念。如果你对爱情不专一的话，你没有资格谈爱情。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是真的愿意为你去改变我之前的那些不好的地方。你说你想去
考香港的研究生，那我愿意去为你塌下心来去一起考那个研究生，然后研究生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你，以后我也愿意去照顾你一辈子，我可以愿意去为你改变我之前所有的不好的地方。虽然我可能是出国很多对象，但是我觉得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我可以长大，因为都说男生长大的比较晚，我可以去为了你去长大，去改变，去跟其他的女生保持很大的距离。希望你可以重新认识我，我愿意去为你改变很多事情，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彼此再好好考虑一下吧。谢谢两位啊，请回啊！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我可能跟他确实有了很多误会，但我确实愿意改变我自己。我可以为了他放下我之前的那些很多的东西。谢谢啊，请回啊，谢谢。没办法，好可怕。这个算那个恋爱场中没有受过挫折的年轻人的第一次人生挫折。如果这个挫折能让他成长的话，我觉得今天就算来值了。女生做了一个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你人生想明白了。来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现在越来越无理取闹了，每天都闹着让我回老家工作，我就不知道他天天怎么想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是他变了。以前他对我很好，自从在青岛工作以后就对我爱答不理，我不想让他留在这儿了。我就要毕业了，得工作吧，不然我以后怎么给他一个好的未来啊？我不想要他那些所谓的面包，我只想回到我们以前那样的感觉，让他跟我回老家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他现在的想法太幼稚了，他可以幼稚，但是我必须要撑起这个家的责任啊。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吕先生，23岁，来自山东学生；女嘉宾小佳，23岁，来自山东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据说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是吗？对，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同学啊，然后一起读到一个大学，这很不容易哎。啊，什么时候变成了男女朋友的？是从大学开始。高中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班呢？就是一个班，我俩是同桌。这考大学的时候也是商量过的吗？说我们考什么学校，是这意思吗？对，当时是我跟他报的一个学校。你跟人家报一个学校，对，我跟着他报。那还是同桌吗？在大学里？大学也是一个班。哎呀，这就很厉害了，说明两个人学习成绩旗鼓相当啊！不是在高中的时候定的情，大学定的。你定的还是他定的？啊，我追的他。咋说的呀？就是我说，就是这么长时间同学了，就表白嘛，然后就在一块儿了。哦，现在大几啊？现在是大3。今儿谁要来啊？我要来了。就是我现在觉得他越来越无理取闹了。我是想留在青岛嘛，因为我们在青岛读的大学啊。然后他想回老家。然后老家是哪儿的？老家是泰安。我现在觉得他做事儿真的越来越过分了。就上次吧。就是我刚找一个实习工作，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然后刚入职还没多久，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你女朋友在我这儿，说你要辞职，辞职信都帮我准备好了。不是，我当时就莫名其妙，怎么辞职信就帮我写好了呢？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事儿做出来就是太过分了。而且老板直接当时就电话里跟我说，把你的关系处理好，明天不用过来上班了。真是你干的？是我干的。说原因吧。就因为他自从有了这工作之后，每天对我爱答不理的。就之前我俩感情挺好的。就有一次我俩去逛商场，然后当时他兜里还不到200块钱，然后我看中一个100多的一个手链，我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要给我买了吧？结果他就给我买了。然后他就晚上也没吃饭，没钱吃饭了都给我买。然后我当时还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男的很靠谱。不是，我现在不是什么都给你买啊，你要什么没给你买啊？而且现在过生日，
精心准备，纪念日精心设计，我真的就差清明节没给他送东西。哎，别瞎说啊！你现在给我买东西，但是你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呀。你现在每天都不理我，他就因为这个工作每天忙，他就各种不理我。我找他，他也爱答不理，就那样。不，这跟工作没什么关系吧？他有关系，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他以前那你应该跟他说，你说你不要因为这工作冷落，而不是应该直接就给他辞职去呀？我跟他说他不听，他以前对我言听计从的，我说啥就是啥。现在就完全变了，就我说什么都不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样对人家？不是，就是上次那事儿，他直接就生气了啊。完了之后就回家了，然后我就在学校嘛，然后过了2天，我接我妈电话，就说你有事儿吗？赶紧没事回家一趟。不是，我当时听这语气特别急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什么事儿，家里出大事儿。第2天就买票回去了，推开门一看，他在我家坐着呢。一看见他，我真的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全是他弄的呗。然后我一推开门，我妈就指着鼻子就骂我，怎么了？那边这么好啊，就不想回来了是吧？媳妇儿不想要了，爸妈也不想要了是吧？不是，当时就是一顿给我道德绑架，你说我还能说啥？我这次回家就4、5天，他就不联系我，就一个消息不给我发，一个电话不打。他以前真都不这样的，以前的时候就恨不得24小时在一块儿，就只要看不见我就和我视频，然后现在就这样就不理我。等于你到他妈那儿去打小报告了，是这意思吧？对，我其实也不是本来不想去他爸妈那儿的，我都被他逼的。我觉得我好好说他也不听我的，现在就我说啥都不听，就现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把太上皇请出来了是吧？对，我就只能找他爸妈给他说这事儿了，让他爸妈劝劝他，就跟我一块儿回家工作，多好呀！他就非得要留在青岛，我真搞不懂。你是想回泰安是吧？对。你是想留青岛是吧？对。那你们俩商量不就行了吗？跟人爹妈说什么呀？他不听我的呀。就每次讲这些问题，就想回家，就想回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就那点地方你就想回去，不是这边工作机会也多是吧？大学也在这边读的，资源什么的都在这边，我就不明白了，就怎么一直就想回去。你自从有了这个工作之后吧，你在青岛他就变了，他原来的时候特别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感觉青岛就是这种浮华的生活，然后就让我俩感情现在就变质了。不是，青岛现在的生活有多浮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人都变质了，我们听听啊。就他以前从来不喝酒，现在3天2头就说和同事和什么客户出去喝酒啊，然后我给打电话他也不接，要不然就接了就说不了2句话就给我挂了。喝酒，然后就这件事我觉得很受不了。现在男人喝酒不很正常吗？哪个男人出去应酬不喝酒啊？那你也不能不理我呀。我就是手机，就是每天24小时给你发消息，就等着给你聊天。我老板也在旁边，我也跟你聊是吧？那你现在怎么我感觉你做事怎么这么幼稚呢？你现在在家里有单位接收你吗？没有，我意思就是回家，然后让爸妈就给找个工作，就给找好了吗？挺好找的倒是，就老家比较好找。前2天就是他给我把工作弄没了嘛，我不投求职简历嘛，然后过2天我接一电话，那电话说我是泰安的公司，明天过来面试一下。当时我想，不是我怎么老家公司还给我发这个面试通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给我投的，就是想让我回去。不是你现在工作也想给我操控是吧？青岛是好，那要不是青岛这个工作，你能变成现在这样吗？不是姑娘，她变成什么样了？你给我描述一下好不好？喝酒，然后就也不理我。以前只要有空就会陪着我，又来找我。现在没空啊？对，现在每天都没有空。然后我俩身份就感觉完全反过来了。他当时追我的时候特别好，就说的也好，然后就现在。就感觉我俩身份就变了，我就追着他都爱答不理那个样。行，那他如果留在青岛，你怎么办啊？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所以才来这儿的嘛。他现在才工作2、3个月嘛，然后他就现在就变得那么严重了。就你说以后如果在青岛工作2、3年之后呢，不一定变成什么样。那到时候他如果不要我了怎么办？我就怕我留不住我俩这份感情。哦，那你觉得他要不要你了，你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觉得很委屈，青春都给他，挺不容易的。我就不想因为这个事儿，然后让我俩就感情就到此为止。那你了解他吗？我觉得挺了解，就但是现在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快。快不认识。不是，我觉得我没变呀。之前逛商场200给你花199，我现在我觉得我挣5000块钱给你花4999，咱们工作更好了，物质更好了，不更好吗？是吧？面包和爱情都有了，不更好吗？这对于你来说不是更好的选择？我替他问你一句啊，为什么就不能跟这个姑娘回老家呢？因为我觉得老家的那个工作就是机会也少，赚的也少，而且小城市你也知道，人要往高处走嘛，对吧？男人嘛，我得肩负起这个家。对呀，我得对这个家负责。我帮你问啊，在老家行不行？
我觉得挺好的。没钱啊？其实我不喜欢，就是我俩以后多少钱，我就是想和他平平淡淡的就这样过。不是，未来咱生娃也没有奶粉钱了。但是回家也可以工作呀。不是，那你会呲楞我吗？啊，我们其他的同学对吧，在青岛啊，在那些大城市里面都那样了，我在那儿那样，但是我不太在乎他们的眼光。现在谁喜欢过那种穷日子呀？我是个男人，我得有梦想。我得为我以后负责，也得为你负责。你倒是想的好了，就是你自己怎么样，想干啥干啥。其实你得尊重你的选择。你既然选择了我，你就得相信自己。他现在都不相信自己。他怎么信你呢？就跟你一起留在青岛是吧？对。你不怕青岛浮华的生活把你给毁了？我觉得我不会变的。把你们的感情给毁了？我觉得不会的，因为万一有一天你要不要他了怎么办呢？这姑娘说，万一有一天你要不要我了怎么办？人担心这个。我觉得我是不会变的。咱们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了，就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我也非常珍惜这份感情。你相信他吗？希望你相信我，相信你的选择。我现在不太相信他了。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就觉得他在这儿变得越来越坏了。哦，你觉得他在青岛工作了2、3个月，已经变得你觉得有点害怕了，是这意思吧？所以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吗？我怕我以后留不住他了。哦。生活面临了新的选择，从曾经的校园要步入社会了，恋爱当中的一方觉得恐慌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的意见，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到底是应该留在大城市为梦想打拼，还是应该回到老家去享受安逸的生活？很多的毕业生都在思考，在衡量，在抉择。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6、7年的感情濒临到了一个很危险的边缘。当你选择流光溢彩的大城市的时候，其实它就像一个硬币的2面，你同时也选择了摸爬滚打。当你要选择小城安逸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也选择了未来的生活平淡如水。不管怎么选，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儿，甚至你们彼此，包括你们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决定你们的人生。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真的是留在大城市，将来你就会一帆风顺，还是回到小城你就幸福生活。我想说的是，针对你们2个的感情做一个真正的思考。我先来问女生，假如你对面的这个男生，他今天就是不会和你回老家去生活了，你是愿意留下来陪他，还是自己独自回老家？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好，他在回避问题，你来回答我。他今天就是不跟你去大城市，就不在青岛享受这个浮华了，你选什么？来，告诉我答案。我想，那就分手。他现在表态了，他想那就分手吧。所以其实他已经做好决定了，现在要做决定的就是女生。你到底是要他，还是要回老家？我想和他在一起。你到他的公司去闹，到他家里去闹。今天到我们现场，我不把它叫做闹，但其实在你心里面是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解决把他拽回老家这个事儿，对吗？你想尽了一切办法，是因为你觉得他在青岛的这个浮华的环境当中他变了，他变了，不是因为青岛，不是因为浮华，是因为你们从大学里面到社会当中的转变。即使他今天跟你回老家了，他一样需要为了工作，可能要去应酬，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他为了梦想要打拼，那无论在哪里，所以他一样会变。这个变不是变质的变，是改变的变，是生命当中轨迹走到这里的时候顺应的变。每个人都会变化，而你同样也要融入到社会当中，无论是在大城还是在小镇，所以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了。我想说的是，跟男生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一样可以成功，无论你在哪里打拼，同样可以实现梦想。我想跟女生说的是，男人要是变的话，在哪儿都会变。所以不管是青岛还是泰安，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镇，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决定，我要不要
和你在一起。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左岩老师。其实我理解男生的一些想法，他可能觉得在他这个时期，事业对他来说更重要，并不是你不重要，并不是他不爱你，只能说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想要往事业发展的心往这边偏了一下。而且他如果是一个经得住诱惑的人，他在青岛也好，在泰安也好，他都能经得住诱惑。如果他是一个经不住诱惑的人，他就算去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他同样经不住诱惑。诱惑不是说在城市的大小，而是在于他的心。再者，你怕以后他不要你了。我觉得女孩子每当只要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最低。你是他的私人物品吗？你有你的人格，你有你所有的事情，你有你的尊严，有你的未来，那你为什么要服从于他呢？我要不要选择跟你在一起？这是一个女生应该有的最起码的一个底气。如果当你丧失了这个底气之后，那不管是泰安还是青岛，分分钟他就可以不要你的。再加上你这样无理取闹，都可以让他当机立断的跟你分手。因为你对他来说，你在事业上是他最大的一个阻碍呀。如果你想要留住你们的爱情，不是说拼命的去把他拽回泰安，而是改变自己，跟上他的脚步，先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让自己爱自己的时候，那你们的感情一定会细水长流的。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你们两位对待未来生活的规划，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人各有志。男孩志在四方，女孩志在回乡。在你们两个人所有考虑未来方向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虑对方，都在自私的想着自己将来如何发展。女孩说，我去公司闹，我帮他投简历，我向家长打小报告，是因为珍惜。你的这些行为在他心里你觉得还珍贵吗？不珍贵，怎么去爱，怎么去惜？而男孩，其实你心里也清楚，你对这个女孩子的爱有多深啊。真正遇到大的事情，大的抉择的时候，你根本不考虑她。如果真心的爱这个女孩，你们可以协商啊。谁说回到泰安不能开创一份事业？换句话说，回泰安不行，我们过几年真的够相爱，再一起出去闯荡，未尝不可。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志向不投，或者是奔向哪里，而是对彼此的爱没有那么深厚，所以永远协商不一致，即便到了一起，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矛盾。这个你们要扪心自问，问问自己对对方到底有多么认可，对这份感情到底有多么珍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去闯荡，找一个愿意和你闯荡的女孩；你去回家，找一个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男生，何乐而不为？我并不看好你们，供你们参考啊。谢谢。好，谢谢严老师。表面上看，女生是害怕失去男生，男生是害怕失去事业，但是究其根本是女生害怕变，男生害怕不变。你害怕男生变心，男生害怕生活就此一成不变。但谁不会变呢？你能保证你在泰安你就不变吗？还是说大城市诱惑多，变得快一点，小城市灯红酒绿少，人会变得慢一点，但无论如何人都会变。这个事情很清楚地摆在这儿，你害怕失去他，但是他更向往将来生活的无限可能。如果你要具体地问男生说你是为了事业而留在青岛，那么你在青岛要的是什么样的事业，什么样的成功，什么时候会成功，成功之后会不会娶我？你问他，他肯定给不出你答案。你只是害怕，如果我一旦回到了泰安，我就失去了事业上的无限可能，生活当中的无限可能。此时此刻你依然是爱他的，但将来你一定会娶她吗？随着你事业的成功，生活的变化，这个人也许将不再是你最合适的那个伴侣，你一定会娶她吗？你并不一定。你不妨直白地告诉他，我不愿意丧失我将来生活的无限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就此走下去，爱对方的那颗心都不变，
该结婚的时候自然会结婚，但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够有相同的速率和脚步走向我们都共同向往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婚姻价值观还是一样的，我不能保证，你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你呢，把一些事情想是想得很死，但是你想错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我们每个人都在变。你现在看我7年前录节目的一些观点，跟现在还不一样呢。观点在变，生活形态在变，节奏在变，人都在变。但如果要对方心一直保持不变，或者爱你的这颗心不变，那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做最适合他的那块土壤，支持他，包容他。也许那是保持对方爱你的心不变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只管得了自己。你只管得了自己爱不爱他，你是管不了他爱不爱你的。回到泰安就没有女生了吗？回到泰安就没有诱惑了吗？回到泰安就没有那些对你所产生的威胁吗？泰安没有酒吗？有些人在大城市会迷失，有些人在小城市同样会迷失。但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在爱你的这个方面永远不变，就是让他对你产生情感的依赖。而要让一个男人对你产生情感的依赖，唯一的方式就是做他温暖的土壤。但你如果做不了，那你就过你的生活，他过他的生活，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不要勉强，都不要勉强。男生也是，我特别喜欢这2个人的坦诚，不要再算那么远啦。5年10年，谁知道人生会怎样？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有人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可以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我希望你就如老师所说嘛，当一个温暖我的土壤，就是在背后支持我，给我2、3年的时间，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但是我会让你知道，爱情和面包你同样可以拥有，我同样可以给你。那你以后能不能多再活一点？我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来，咱们在这边也可以有一个家。你能像以前那样对我吗？我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加倍对你好的。跟我在青岛待2年，给我2年的时间，如果发展的不好，我们就回去，可以吗？好了，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是回泰安是吧？我理解是回泰安对吧？在青岛，因为女生要求这个回泰安的嘛，是吧？我理解的对吗？我在青岛陪着他啊。我在青岛陪着他。我知道，你看这姑娘太老实，你崩一句啊，对不对？行吧，你们俩自己协调，你们俩这点事儿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请见证。你以后能好好对我吗？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来吧，回海边再抱吧。祝你们开心啊！谢谢你们，请回啊。不想去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